家住泰国暖武里府顿卓沙拉雅寺附近的果农普林苏帕拉。2023年4月1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苏帕拉准备到自家的香蕉园里转一转。就在他行至顿卓沙拉雅寺附近莲花池的一处水沟时，他发现了一个似乎看起来装有很沉东西的塑料袋。万分好奇的苏帕拉小心翼翼地向那个塑料袋靠近。就在他将要伸手去拉动那个塑料袋的时候，他似乎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恶臭味，一阵阵地向自己袭来。同时，苏帕拉发现那个没有绑好的塑料袋口子里似乎有类似女性头发的黑色物体露了出来。这下可把苏帕拉吓得不轻，连连后退的苏帕拉稍稍定神后，拿出手机拨打了泰国警方的报警电话。早上9点左右，泰国暖武里府警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出警员赶到了苏帕拉所说的事发地。泰国警方勘察现场后，初步判断现场的那个黑色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一位年轻女孩的尸体。根据现场尸体的状况，泰国警方推断出女孩的死亡时间大约为3到4天。且尸体上有大量遭受虐待后留下的痕迹。后经与近期所报失踪人员的情况比对，警方初步判断该具尸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前几天曼谷吞武里大学所报失踪的中国留学生金灿。消息一经多家泰国媒体报道，很快就在中泰两国的互联网上引起一片哗然。关于留学女生金灿的各种消息也不胫而飞。有人说金灿是国内某知名富商的千金，是有名的富二代，家境殷实且行事高调，所以才会被有心人在国内时就已经被盯上了，一路跟踪到了泰国。更有人有模有样的描述，金灿当时是被3个男生同时看上了，他们一路从中国跟踪到了泰国，并打赌说谁先追上女孩就是谁的。但不知为何3人又起了内讧，最后他们联合泰国本地的一名女生处理了金灿。一时之间纷纷扰扰，流言四起，真假难辨。那么年仅22岁的金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身上有何独特之处，竟引得3名罪嫌从中国一路追到泰国，还要了他的命？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根据4月2日泰国警方向媒体公布的消息来看，现场发现的受害者确实是来自曼谷吞武里大学音乐专业做交换生的中国女孩金灿。泰国警方声称，金灿被发现的时候，手脚是被绳索结实地捆绑着的，浑身上下有多处被殴打过的痕迹，胸口处有5处刀伤，右肩膀被砍了1刀，脖颈上还缠着毛巾，死亡时间大约为3到4天。换句话说，金灿的遇害时间应该是在3月的28号到29号之间。关于这一点，泰国警方很快在金灿的活动轨迹里得到了验证。进入故事高潮之前，有必要和大家报告一下，金灿所就读的这所曼谷吞武里大学是全球16个国家中30所最高音乐学府之一，也是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的成员学校之一。而金灿的双亲在中国内地也是从事音乐方面教学的专业老师。3月28日深夜，接近29日凌晨的时候，金灿的父亲就曾在社交媒体上收到过一张照片，照片中金灿的手腕和脚踝被绑住，对方强硬地要求他必须支付250万泰铢的赎金，否则就会杀了他们的女儿。当时金父并没有立即给对方转账汇款，原因是第一，他并不确定自己的女儿当时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中，他知道现在的骗子无孔不入，照片的真假他也没有办法辨别。第二，金父被要求汇入的账户居然是一个中国人的国内账户，种种迹象之下，金父决定不可以盲目的汇款过去，于是他立即联系了泰国方面学校的老师。3月29日一大早，接到电话的曼谷吞武里大学专门负责管理外国留学生的老师，起初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因为金灿来曼谷也就20天左右的时间，校方研判金灿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认识或得罪了泰国方面的什么人。金灿泰国的同学也反映，金灿性格开朗，为人和善，心思很单纯，不像是会与人发生冲突的人。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时候的金灿已经被人绑架，且正在遭受着非人的虐待和殴打。再过1日，
金灿将会永远的离开他们。根据后来泰国暖武里府警察调查的结果显示，3月28日下午5点，金灿同学走出学校的大门，在打了一辆出租车后，只身一人前往距离学校21公里之外的购物中心。随后，根据泰国警察调取购物中心的监控显示，金灿在购物中心一直待到了当天晚上的9点30分才离开购物中心，期间不停地查看手机，像是在等待什么人的信息。购物中心的另一处监控则进一步记录了金灿在离开购物中心大门的当下，有3名男子开着一辆红色的马自达轿车直接架走了金灿，前后用时不到2分钟的时间。自此，金灿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镜头之下。泰国警方立即对监控里的红色马自达轿车展开全程搜索。在走访周边民众和调阅周边道路监控之后，泰国的警察发现红色马自达自驶离购物中心之后，就径直开到了离购物中心不足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面对警察的访问，村民们很快指认出红色马自达前往的目的地，那是远离村中心的一处出租屋。根据到案后3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和第三方证人的佐证，自3月28日晚9点，3名犯罪嫌疑人把金灿绑架至出租屋后的几个小时里，3人先是对金灿实施猥亵，金灿誓死不从，拼死反抗的情况下，3名嫌犯的其中1人给泰国本地的一个女人打去了一个电话，这个女人则建议3人不如放弃强奸，对受害人实施绑架，让被害人国内的父母给3人打钱。自此，一场由3个强奸犯的罪恶升级为要了命的敲诈勒索。而这个女人是谁？稍后我们还会具体讲到，这里先行放一放。次日，也就是3月29日凌晨1点30分，3名犯罪嫌疑人将红色马自达驶离出租屋。此时，金灿已经停止了呼吸，被他们放在了红色马自达的后备箱里。根据4月2日泰国警方公布的事件时间线，这个时候距离金灿被绑也仅只过去了4小时30分钟。随后，对泰国并不熟悉的3名犯罪嫌疑人则径直把车开到了暖武里府顿卓沙拉雅寺附近莲花池的一处臭水沟处，把装着尸体的塑料袋扔下后，直接扬长而去。根据当时泰国警察现场走访香蕉林附近的民众显示，这辆红色的马自达轿车那段时间会经常性的徘徊在香蕉林附近。泰国警察也推断，3名嫌犯很可能是有预谋性的策划犯案，并不存在网络上传言的强奸不成、恼羞成怒后激情犯案。3月30日，正当吞武里大学师生紧急寻找金灿下落的时候，金灿的父母似乎感觉到女儿或许在泰国已经遇害，他们和吞武里大学负责留学生事务的老师沟通，是不是应该立即通知泰国警方？他们害怕再拖下去，可能女儿真的就没法得救了。但根据后来泰国警方公布的信息显示，3月30日，3名嫌犯已经搭上了从泰国曼谷飞往中国成都的飞机。曼谷机场的国际出港信息也清楚地记录了当时把金灿在出租屋里虐待致死后扔在臭水沟的3名罪犯都是中国河北人，他们分别是23岁的周雄飞、24岁的周鹏飞和23岁的陈赛琳。事涉人命，案情重大，泰国警方很快把情况通报给中国警方。联席办案后，4月4日下午，3名嫌犯在中国湖北襄阳的一处高速公路服务站被捕。依据中泰两国相关的引渡条例，3名嫌犯将会被引渡回泰国受审。那么问题来了，这3名年纪轻轻、正值青春年华的3名罪嫌，因何会对自己的同胞痛下杀手？他们和一个仅有22岁的留学生到底有何恩怨？其实这3个男生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了金灿。3个男生都是在河北农村一个镇上长大的好朋友，高中毕业后没有再继续读书，就一直在一起厮混，经常会为了搞钱在县城里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熟悉网络以后，他们打算凭借自己长得还不错的脸蛋，勾搭一些有钱的小妞，搞点钱花。之前虽说已经在附近县城成功得手几次，但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打算把长线放到长三角一带发达一点的城市。在对社交媒体一阵筛选之后，他们把目光锁定到金灿的身上。他们不仅调查出金灿的父亲是杭州市知名的音乐老师，还调查出金灿将会在2023年3月前往泰国作为交换生攻读第3学期的课程。
2023年3月8日，金灿离开杭州的父母，飞往泰国曼谷入读吞武里大学音乐专业。此时，上述3名罪嫌紧随其后，也入境泰国。后来，他们通过泰国夜店认识的一位本地女生，说的直白点，就是夜场坐台小姐的妈妈桑，多次制造巧遇缘分，让3个男生假意是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金灿同学。这个泰国本地的女生，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大象就说过，在3人租住的出租屋里，也就是金灿命丧的案发现场，其中一个罪嫌曾给曼谷本地的一个女生打去过一个电话，那个女生就是这个夜场里的妈妈桑。至于这个妈妈桑用了什么手段让这3个男生与金灿巧遇的，泰国媒体没有提及，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但重金之下必有恶犬，归案后的曼谷妈妈桑确实也承认了，他有参与绑架事件，也是他在明知3名罪嫌猥亵受害者不成后，建议他们绑架受害者索要赎金。该女子目前被指控非法拘禁、故意杀人等罪。在归案后的审讯中，3名罪嫌也都承认了与金灿相识后，他们安排了依据金灿的口味量身定制后的周鹏飞去勾引金灿，达到与其相恋的目的。可以相信，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偶遇长相帅气的中国老乡，对自己嘘寒问暖，或许金灿真的心动了吧。故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钱吗？当时不是已经给被害人金灿的父亲打了电话吗？是不是当时金灿爸爸把50万人民币打给他们，就可以避免这起悲剧事件？但很遗憾，根据泰国警方推演的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在向金父索要赎金后，大家也应该记得，金爸爸接到绑匪勒索信息的时候，已经接近29号凌晨，而嫌犯在29号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就已经将金灿的尸体装到了红色马自达轿车的后备箱里。换句话说，这3名犯罪嫌疑人当时是真的一丁点的反应时间都没有给金家人预留，就直接将金灿残忍的杀害了。29号凌晨抛尸后，30号就已经坐到飞回国内的飞机上。事实确实也证明了，他们从一开始猥亵女孩后，决定绑架勒索金灿后，就再也没有打算会放过金灿。原因我们也不难猜得到，金灿已然与他们相处过一段时日，知道他们是谁，认识他们的长相。泰国也是个监控探头布满曼谷城的国家，抓到他们并不困难，他们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犯下了这滔天的人命案子。就在3人在中国落网，被引渡回泰国后，泰国警方本以为犯罪嫌疑人只有这3个中国人，但在印证证据的时候，一个身材娇小的泰国女子进入了泰国警方调查的视线。出租屋附近的目击者也证明，除了3名嫌犯以外，确实还有一个操着曼谷话的女人，经常性的出现在出租屋里，但绝对不是死者。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曼谷夜场的皮条客妈妈桑。妈妈桑在归案后的供词里也确实承认，3月20日当天，他第一次在工作的夜场接待了3名嫌犯，并就此熟悉起来。期间曾不止一次的带店里的小姐到他们的出租屋里出台做生意，这一点确实也与3名嫌犯的供词达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但整起事件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自金灿落地泰国到事发当天，也不过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金灿在吞武里大学的大1和大2的课程都已经在线上完成。2023年3月8日，金灿依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入境泰国完成最后1年的课程。任谁都不会想到，仅仅20天后，这个原本被父母宠爱的独生女儿，死在了异国他乡的臭水沟里。朋友们，记得没有？以后在社交媒体发照片和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私隐保护，一旦泄露被有心人拿了去，后果真的会要了命的严重啊！根据泰国国家旅游局与移民局2024年4月13日发布的数据，赴泰国际游客数量仅2024年1月1日到4月9日4个月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惊人的1017万次，同比增加146%。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数量最多，为192万人次，其次是马来西亚127万人次，俄罗斯、韩国和印度分列第3到第5。泰国也一直以独特的民俗风貌成为全球游客热爱的热点旅游目的地国家之一。但近年来，基于泰国游客安全问题的讨论也都没有停止过。根据泰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有网友统计，仅2023年3月到4月1个月的时间里，发生过多起外国人在泰国被绑架事件，其中包括诸如上述3名嫌犯对自己同胞下手的案件，甚至这其中还有牵扯到与泰国公职警察相勾连的案件。2023年3月20日，一名从事中文翻译工作的38岁泰国女子前往泰国曼谷丁登警局报案，称3月10日，她与中国雇主去移民局续签的途中，被5-6名自称警察的泰国男子绑架了。中国雇主被勒索了6万泰达币，通过双方交涉，勒索款降至3万泰达币。在汇完款后，两人被安全送回家。调查后披露的信息显示，此次绑匪的行动是普通人与警察协同作案，6个嫌疑人中有4人是公务员警察，其中包括1名少校、2名中尉和1名高级警长，无独有偶。也就在3月20号当天的中午12点30分左右，泰国春武里府邦拉蒙县嫩基普鲁警局接到1名33岁中国男子马某报案，称其33岁妻子夏某及其哥哥在送孩子上学后遭中国人绑架，之后绑匪便打电话来勒索100万元人民币。监控显示，3月15日到16日期间，有一可疑车辆一直停在他家附近监视里。再往前推2天，3月18日，一名23岁的中国籍女子跑到曼谷通罗警局报案称，3月16日当天，她在曼谷 EKKAIMAI 区遭中国同胞合谋绑架勒索，累计损失330万泰铢。当泰国警方3天后将其在沙角府逮捕的时候，3名嫌犯正在逃往泰国近邻柬埔寨的路上。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以上3起案件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疑似都有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参与作案。诚然，泰国作为一个旅游经济为支柱产业的国家，游客的旅行安全首当其冲，这也是一些网友抨击泰国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甚至还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讲真，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类似于上述4起案件，这其中也不乏是一些我们自己的同胞作为主要案犯参与其中。做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到别人家里偷东西，最后还来了一句：谁让你连门都不锁，你还要怪我进去偷东西。说的直白一点，熊孩子在别人家打碎了东西，难道我们还要怪人家东西放的不是地方吗？我的意思是，犯罪这件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地点都有可能发生，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罪恶，这件事自古有之，就事论事，敦促协商解决就好，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攻击，除非你能保证你的国家100%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